I used to look upon myself as rational and strong, and love was just a word in silly songs. But from that cursed day when you crossed my way, all my confidence was gone. I'm bewitched, bewildered, and utterly alone.And something's telling me. Hello， 我是 Cielo。不知道大家去看了芭比了没？芭比是我小时候曾经最好的玩伴，我有各式各样的芭比，长头发的、短头发的，还有被我剃平头的。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芭比的呢？芭比诞生于1959年3月9号的美国一家 The International Toy Fair 的公司。然而第一款上市的芭比是以黑白条纹相间的一个泳装的形象问世的，它的 news 灵感来源是当时火红的明星伊丽莎白泰勒还有玛丽莲梦露。因为当时以这样子性感凹凸有致的形象上市，大家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在物化女性。然而这样的声浪在1965年芭比登上太空之后终于被打破了，甚至比阿姆斯壮登上月球足足早了4个年头。到今天，芭比一共有250种不同的身份与角色，并且她的肤色也从原本的白富美的形象增添了更多不同多元的形象在里面。然后她还交了男朋友，然而这个男朋友似乎没有大家以为这么靠谱。在 The Tonight Show 里面， Ryan Gosling 就曾经向 Jimmy Fallon 表示过， Kenny 其实是个没有工作、身无分文还睡公园的家伙，他大部分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待在芭比身边，绕着芭比转啊转啊，芭比是他的世界中心。 Oh my god， 这根本就是粉碎我儿时的梦想。听起来男朋友不靠谱，芭比只能自己赚了。当初这只芭比一世上市的身价从当时的3块美金一路上涨到25000块美金，现在想买还不见得买到呢。古灵精怪的芭比当然就要配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品牌，而芭比身上穿的这袭黑色的礼服则是来自于专精于荒谬怪诞设计的 Schiaparelli 这个品牌。 Elsa Schiaparelli 出生于意大利，当年的她早就习惯用错位还有视觉错乱的方式来表现她的服装。稀奇古怪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搞怪又搞得让人喜欢，这就有难度了。当时的 Schiaparelli 他与很多艺文人士
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达利了。喜欢做这种好看却是不容易穿的服装，和当时与他几乎是并驾齐驱的 Chanel 根本就在光谱两边。在当时以实用主义著称的 Coco Chanel， 他的眼中的 Schiaparelli 就是一位有钱就是任性的千金大小姐。香奈儿当时对他的设计理念根本就是嗤之以鼻，能够不见面，两个人最好就不要见面。在现今社会，我们很容易看到女性政治家或者设计师登上杂志封面，然而在1930或40那个年代，要登上《时代》杂志根本就是一个女性的世界的奇迹。作为第一个登上《时代》封面的女性设计师，《时代》杂志更称她为超现实高级定制服的仲裁者，可见 Schiaparelli 在当时时尚圈的影响力更是不在话下。身为一个全世界女孩的梦幻逸品，芭比的衣橱怎么可以没有粉红色？马格罗比在芭比首映会穿的这一袭 Vivienne Westwood 的礼服，它就是复刻于原始芭比的一个 PVC 礼服的设定，收紧的腰身，衬托了胸线的考尔领，极具装饰还有实用主义的毛领披肩，以及花朵的腰饰，还有长长的往上的拖翼，每一个细节都不断在强化芭比这样的如女神般美好的缪斯设定。然而，漂亮的礼服再吸引人，却也比不上多功能的 Day to Night 服装。这样子的服装设计，则更令现代女性着实着迷。马格罗比在芭比首映会穿的这一袭 Massage 的芭比复刻版的粉盒套装，可以让一个职场女性利用一套服装，从容的在职场还有下班之后的娱乐生活当中，优雅的穿梭自如。下了班后的芭比，把白天系在脖子上的粉红领巾华丽转身，把它变成腰间的可爱蓬蓬裙，再搭配什么都不装只装可爱的小包包，完美的呈现 work hard play so much harder 的人设设定。当然啦，随着芭比浪潮来袭，所有的玩偶再度sold out，想买吗？还是乖乖排队吧。